然后什么时候以家人的名义带对方一起回家过年？等我爸妈什么时候同意的时候吧。我爸你就已经以家人的名义带我回去过了。对，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是带我妈妈那家，但是我爸妈那里还是，感觉是比你那儿还感觉无所谓了，你爸爸那。对，就是又无所谓又更难以突破，就是的。但是在浩浩妈妈那边，我已经以家人的名义回去过年过了。然后我们还睡的我妈妈的床，把我妈妈赶去另外客房去睡了。妈妈很爱你 ，Of course。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就是当时见面的第一印象，我就觉得浩那个时候穿一个乞丐裤，然后个子又高高的，戴着口罩，像屌丝，才怪了！我当时觉得男生蛮高的，然后我当时很紧张，因为我没有。你很紧张，你怕我就是得了什么那种病毒吧？就是给你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解封嘛，然后我跟浩浩网聊了很久，然后第一次见面我心里没有紧张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，我都忘记了。我现在唯一印象就是那乞丐裤，我也是格子裤。我的第一印象就肯定也是外貌嘛，就见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装逼。很装逼是吗？你知道吗？他好像没带领结吧？他穿着一套西装，然后纯黑的西装，这很正式好吗？但是很莫名其妙，就是你们就是有人面基，有人奔现，会另外一种穿着我这里怎么是镂空的？穿着一套全黑的西装，然后表情也很装逼那种。我哪有表情很装逼？然后我当时给你送了那个耳机，然后感觉你也没有特别欣喜的样子。下一个，想问浩捏在一起快5年了，对方做的哪件事最令自己印象深刻？除了生日，你说，印象最深刻。那我先说我的吧。其实我没有最深刻的事情，因为我做了太多了，因为我脑子我脑子很小，我只记得一些有的没的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件都很深刻。你要说我最深刻的，我脑子随便一想，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就是那一次立秋，我刚好刷朋友圈，就是很多朋友圈秀奶茶，然后浩浩一开门就给我带来了一杯奶茶。就虽然就是很小很不起眼的事情，但是我每次一想，我就能想到这个，我不知道为啥。但是其实感动的事情是很多的。我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，such as 就是那一年我回家过年，然后妮妮跟他的朋友出去玩，然后他的朋友说我的坏话被我从电话里听到了，然后他就我就去说了那个朋友。我说了那朋友啥？忘记了，反正就立马怼回去了。就是因为我当时一直就觉得妮妮更看重友情，就是会忽略爱情的就是感受，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这个事情。然后当时妮妮就说那件事情，然后就让我很开心，虽然之后也有点忽略几次爱情的但是那一次就是挺开心的。那时候正好一个人在，因为我是觉得就是爱情嘛，家里的事情家里说，朋友的事情很难再去调节。我就觉得，但是我现在还是会很容易把宝宝放在第一位的，是不是？很容易，很会。想问浩捏对明年即将入住的新家有什么美好的期待？不知道，最好给我装好一点，精交付给我交好看一点。希望我们装修有品牌方能跟我们赞助，然后我们给你打小广告，然后你给我们置换吧，你送我们那些什么比较昂贵的家居什么的，昂贵的家居，然后送我们一套装修方案，包我们什么装修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给你打广告啊，谢谢你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在一起快5年了，对方最吸引的地方。你说最吸引的地方当然是可爱啦，当然是很多人都很可爱啊。不，有共鸣的可爱，有共鸣的可爱。就比如说奶龙很可爱吧，有的人就觉得有的人就觉得奶龙不可爱，有人就觉得奶龙很神经。然后呢，可能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的可爱很神经，但是就是要那种共鸣。
跟我的鼻腔、口腔、盆腔一起共鸣，开始念了。我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最吸引你的地方？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很好。没啦。对呀。对呀。我最喜欢这个好的人了。你走开。最喜欢亲吻对方部位的，你说地方。还要想。最嘛，最的话应该就是拧蛋子。我最喜欢亲妮妮。好。在一起时间久了会腻吗？保持新鲜感的秘诀是什么？目前还没腻。不腻，因为我们两个天天在家待着，就感觉也挺开心的。可能我们两个就是比较，我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。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啊？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？我们两个是孤独患者。我不是。保持新鲜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就是你足够爱对方，其实你不爱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爱对方了，那就是腻了。你腻了就是不爱对方了。Yes。不爱对方了，你不爱对方了，就是腻了。最近做饭频率高吗？我倒是想高一点，孙浩每次都不让。他太频繁了，你们懂吗？就是那种哪频繁了？就是那种，人家青少年都每天大早上可以来一趟呢。他太频繁了，就是频繁的，就是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频繁的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牲畜。我们是正常的，我们是想，我每次都可以，我还要看你想不想啊。没有，我就算不想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开始服侍我，然后我就不就服侍。我天啊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把我服侍爽了吧？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念念就是时不时他就来问我那个，然后我说我说不想，然后念念就开始服侍我，然后就开始自然而然，顶多算勾引好吧，还服侍，把你当上什么了？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进行了一些亲密的行为。OK。